我最近从一个朋友那边获得了一个 AMD Radeon RX 770 XT 公版显卡，只不过是工程样品。散热器是标准的7700 AMD 公版风格，但显卡 PCB 为红色，且背面存在插针接口，拿在手上的手感比较踏实的。毕竟是 AMD 公版，感觉比这个价位常有非公显卡要高级不少。测试平台的配置 CPU 为酷睿 i7-12700，搭配华硕 Z790 AYWOC WiFi 主板，以及阿斯加特雷神 DDR5 6400G×2 套装，运行在 XMP 6400状态。驱动系统版本见图。理论图形性能测试 3D Mark 测试这一块倒是没看出太多的问题，除了 Portal Rail 光追性能测试上，7700X 只能追赶上一代307的 RTX 3070，以及考量 DX12U 性能的 Speedway， 甚至不如 RTX 3070以及 RTX 2080 Ti 之外。生产力测试，视频渲染和转码方面，7700 XT 测试倒是有的巨大的飞跃，尽管比起真正的强者 Intel 和 NVIDIA 还是略逊一筹，但已经是能用的水准。比起这个，我觉得进步极为巨大的还是其 AI 上的表现。AMD 近期时装了 Windows 下的 ROCm， 虽然其目前看来 AI 效能不如跨平台硬件的 Vulkan， 但也是聊胜于无。起码在轻量级的千问3 8B 以及有一定负载的 GM4.1V Flash 里，它的表现还算不错。甚至于在它普遍降到低于2000元价位的当下，其通过更大的显存，改进巨大的 RDNA 3架构，还能恶心4.60以及4060 Ti 8G。游戏性能测试，游戏性能上，7700XT 继承了以往的 RDNA 系 A 卡的特点，在 1080P 2K 这样的中低分辨率纯光深化的情境下效果不错，但在高分辨率开启光追的情景里还是较为憋屈。不过其支持真生成的特点，在这些情形还是能补救一下。虽说在黑猴，真生成的作用就很有限，因为这类 AI 辅助的拼考帧是需要依托一定的基础帧率才能有好效果的。但到了2077里，可能是因为这个游戏近些年在优化上下了大功夫，效果就相当之强，甚至能让770 XT 这种真甜品级 A 卡也能充分感受 4K 游戏的魅力。而到了地平线5里面，因为这游戏是优化非常好的光深化游戏，这对770 XT 是专业对口，所以不论是 4K 还是 2K 都能轻松的畅玩。当然，竞速赛车类游戏一直都能做到同等画面观感下最好的优化，这是其地图原理促成的。CS2 虽说这个游戏基本没人开最高画质玩，但从其较好的 2K 平均帧率还是高画质下的来看，其完全胜任 1080P 和 2K 下的高刷新率任务是没任何问题的，甚至能说是绰绰有余。倒是需要高频内存和 9800X3D、14600K、14700K 这样的强游戏 CPU。最后是 GTA 5增强版，其基本可以视为使用 GTA 6引擎和新技术重置的 GTA 5，所以可以为日后畅玩 GTA 6作为性能参考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2000的优化非常到位，到了一种 2K 分辨率开关光追与否，或者 4K 纯光山化，都能让770 XT 这样的甜品卡畅玩的程度，非常的厚道。不过770 XT 功耗还是有一些的，这边是建议搭配额定650瓦到700瓦的电源，温度可能是因为公版散热器双风扇规格的原因，这个不必担心。770 XT 或许在过去价格高昂的时候显得有点搞笑，但在当下绝对是2000以下价位的强者，这主要建立在它补齐了 AI 和视频生产力的短板，游戏性能还不错的基础上。因为这个价位的 N 卡其实 4K 游戏光追也挺屎的，而且它还没有 Intel Arc 那样老游戏适配不足的硬伤。手上这张公版只可能是工程样品，不知道是否和 AMD 料到它必然下放有关系，但有一说一，插在机箱上的外观还是相当的赏心悦目的。可惜了，